原來係我之前喺 eBay 買俾玉丁嘅生日禮物到咗。咁玉丁係10月20號生日啊，10月20號，10月20號啊，仲要事情趕3次。咁我就同個賣家講話，你只要10月20號之前左右寄到嚟就得噶啦，因為佢比較遠嘅地方寄過嚟啊。咁本身係講明要10月21號先到，我話呢個唔得，係我送俾我老婆嘅生日禮物，所以可能真係要快少少。但係而家係10月12號啊嘛，你又唔需要快到咁。不過都俾個讚你啦。我而家叫佢起身啦，佢居然起咗身啦，佢哋。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肉丁。今天我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那它是我今年33岁生日的生日礼物，也就是这一样东西。不知道你们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东西，它叫做机械打字机。那我自己本身是从4岁开始学习这样东西，一直到我最后一次离开它，就是我离开上海来澳洲的时候。好，我要先讲就是打字机的历史，所以在这一集中会详细向你们介绍就是打字机的历史，它为什么会被发明，以及它是如何操作、如何使用它。因为在现代社会，就是在2021年，我相信不要说机械打字机了，应该连手写都变很少了吧。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打字机为什么会被发明出来。它是在1808年的意大利，当时有一名男士，因为他要去打仗，不是打架。当时因为有一名男士他需要去打仗，然后你知道就是烽火连3月，家书抵万金嘛。那打仗的人当然都很希望在战场上可以收到家书，一解相思之苦。那他看到其他的战友都是可以收到家书，唯独他不行，是因为他的太太是一名盲人，他没有办法写信。虽然他很想写，但他写不了，因为他眼睛就是看不见。所以他就是为了想要体恤他老婆，不想让他老婆心里那么的难过，所以他就下定决心要发明一台连盲人都可以使用的机器，也就是打字机。打字机的墨水是像我们的钢笔墨水一样，墨水的保持长度是可以非常非常久的，就几乎是亘古不褪色。所以像我们的钢笔，我们知道写下来字可能过了几十年再去翻，甚至可能过了已经100多年再去翻回100多年以前的文献，手写的那些文献，你都仍然可以看得清楚上面写的字。那打字机的色带，它的墨水也是这样，就算过了非常非常多年，当年打的字也仍然可以被看得清楚。也就是为什么在1808年的时候，他的太太后来真的有用到这台打字机，给他写了很多很多封信。虽然那一台打字机没有被保留下来，但是他太太当时给他写的信是到现在为止都一直保存在意大利的博物馆中，到现在都能够看得到。所以这真的就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啊，就他的发明是一个很浪漫很贴心的一个老公爱老婆的这么一个故事，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当你了解到它的历史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打字机对我的影响吧，算是我是4岁多开始学习打字机，当时也算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因为我当时不太说话，然后甚至不说话的程度是我的幼儿园老师一直都叫我妈带我去看医生，因为我就是完全不说话，就是真的不说话。所以我完全理解我女儿，这我会放在后面那一集讲到育儿的问题的时候，我才再去详细讲。我自己小时候也是一个完全不讲话的人，殊不知长大以后变成一个话痨，就是完全停不下来的一个人。但是小时候我是很安静的一个人，键盘的声音让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疗愈，所以我当时只有在打字机的时候才会觉得我整个人的心情是很放松的，我可以不要再去在意周围发生的任何的其他事或者人，我可以只是沉浸在打字的世界中。所以我觉得它改变了我非常非常多，从应该说整个童年吧。然后也是因为打字机让我获得了我觉得从小的很难得才会有的自信，因为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自卑的人从小，然后我只有在打字机的时候我才可以变得很自信，因为我觉得我是打得最好的人，就是不好意思啊，这样讲你们会很想翻白眼。然后但是确实我当时的那一台非常老牌的这一台机器，它是上海的英雄牌打字机，可能也是进口的，但我不知道它
它的英文牌子当然就叫 Hero。那在国内它就是英雄牌打字机。然后我从小拎着这一台打字机陪我打过了所有的比赛，就是从徐汇区打到上海市，然后再打到全国的比赛，就是都靠这一台打字机陪着我打下了所有的比赛。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就是它对我的意义是，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他唯一一个很擅长的东西，就感觉是这种情节。我真的在别的方面没有任何的自信心，只有在这个部分上才是有自信的。在小时候，接下来非常详细的向你们大家介绍，怎么去使用机械打字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看下去哦。首先呢，可以先看到的是它整个的底部是有一个底托的。底托的功能呢，除了是可以帮你稍微垫高一点点以外，它其实主要的一个功能是为了帮你防止有太响的噪音出现。因为看你桌子的材质，如果你桌子是那种木质桌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么吵。但如果是像我这种桌子，就是大理石桌或者是玻璃桌的话，如果你把打字机直接放在上面打字，可能声音会有点吵，而且震动会有点多，怕影响到别人的话呢，你可以使用这个底托，可以帮助你减少一点噪音。空格和基本上我们现在看电脑的键盘也基本上差不多都是有这个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部分的这个键盘上所有的键的功能是什么。那这个右边部分这个呢是用来调整颜色的。一般情况下的打字机的话，在我年少的时候，打字机是分成红色和黑色，只有这两个，就是在一条色带上会有红色和黑色。那这部打字机比较特殊一些，它居然有蓝色、白色和红色。那你可以调整这个小的零件，把它调到哪里，你的打字机打出来就会是什么颜色。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两个键是干什么用的呢？那这个会和我们在键盘上一样，它是大写键，大写键。这个也是一样，右边也有大写键，左边也有大写键。那大写键的上面这个键叫做大写锁定键，所以它是按下去之后，再用你的小拇指把它掰下来，那它就会固定住打出来的都是 capital letter， 就都是大写字母。如果你要松开它的话也很简单，你按住它之后，按住下面这个键，上面的大写锁定键就会自己展开，所以这个是一个功能。好，然后呢，这里这个键是干嘛的呢？这个拉下来的拉环，它是去控制我们的滚轴的，就是上方这个滚轴。那我们知道整个打字机它的移动，在纸张上面的移动的话，都是靠这个滚轴来实现的。如果你把它锁住的话，现在的滚轴是动不了，它是锁定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为了让你装箱的时候可以确保不会敲到边缘的这一些。所以如果你有把这个拉下来的话，那滚轴就可以直接使用了，滚轴就可以推动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键盘上的其他一些功能。这个 Tab 键在以前很早之前就已经有 Tab 键的功能，所以并不仅仅是现代键盘上才有。那它和我们现在键盘一样，你按下去之后也会看到它自动退到那个你要的位置。当然你一直按住它会一直动，所以你要到你自己要的那个位置之后，直接收手就可以，根据你的手按下去的时间长短来确定它的 Tab 键的位置是多少。那所以如果说你要确保说我要 tap 到哪个位置的话，怎么办呢？它上面是有具体的刻度尺在这个位置，所以你是可以看到你要的刻度尺在什么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装纸的。首先在装纸的时候呢，你需要先用这个键把它拉过来，来放松这个尺杆，它才能被抬起来。好，然后我们现在把纸放进去，塞在这条缝里面，塞进去，塞进去，塞进去。好，然后记得把尺子给拿开，然后把纸拿上来。那你可以一样，在这个没有压下去之前呢，你都是可以调整纸张的。你可以把它调的两边对齐啊，等等，就调到你认为非常整齐的位置。好，调好了之后呢，再把它压下去，那这个尺就可以压紧它了。好，然后这个时候推到最右边，你就可以开始打字了。这个就是最开始的一个安装的过程。那如果你觉得放上去的纸这里浪费了太多，你想要稍微调节一下怎么办呢？你可以按它右边的这个，左边右边其实都有，就是这个像螺丝一样的螺旋的东西，把它往下卷。
那你就可以调整到你要的页边距，这个是按照现在 Word 来讲的话，就是页边距，你可以自由的去调整。好了，然后再拉到右边之后呢，就可以打字了。那当然，如果你要打出来字，是非常整齐的，行间距是很整齐的话，你是要靠自己手感的。像我们当时的手感在打到最底，比如说打到这里了。我已经打到这里的纸张的这里了，我要换行的话呢，我是需要自己有这个手感，手感是靠我的这里。刚才我讲怎么去换行呢？你要靠这个，把纸张往上调2行，再推到最底。那当然，如果手感很好的人的话，他会知道说 ，OK， 我要调3格，最多只能调3格。那如果你要调1格的话，也是一样，就1格就推，2格的话就是2格推。所以你的手感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用习惯了之后，你会很明确知道说我每一个行间距之间都是2格，那你的手会自然而然的推动2下。所以整个的过程是需要你的协调性非常非常好，然后推到最底，也不要很大力，因为有时候打字打得非常快的时候会推很大力，这样对它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就是弄好之后轻轻的推过去就行，不要推得太大力。好，我们现在换了一个角度来看所有的键盘，你会发现它每一个键上，比如说这个 M 键，你现在能看到的，它每一个键上都是有大写和小写是在同一个键上的。那为什么有的打出来的字会不是那么的清晰，中间不是空心的，会有一些污渍在里面呢？是因为使用了太多字之后，它会把色带上面那些墨都卡到了它的这个键的中间去，所以其实非常好修复，就是你拿一支牙签把这个字母的中间给抠掉就可以了。每一个打字机呢都有它自己的一个机关，是可以撬开它上面的这个覆盖的保护层的。那我以前的打字机是在前方有一个按下去的地方，手指一弄拨一下就可以把它抬起来。那这一台机器那里没有机关，所以我刚才就找了一下是从哪儿打开，它是直接从这里手指抠进去把它直接拔出来，然后这里有一个杠杆会挡住，所以把杠杆先拉走，把它直接这样掀起来，你就可以去调整里面的色带，因为色带的墨总是会用完的，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调整色带。那色带也会有一个卡扣，把这里打开，你就可以把色带拿起来了，就是这样子的方式，你就可以把它拿起来。我现在先不拿，所以我就把它放回去，这样子。所以每一个色带这里都会有一个保护的地方，把它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色带拿起来，换好之后再把卡扣放回去，这样就又可以是直接可以重新投入使用。